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门诊有一个60几岁的先生他来找我调其他的疾病。那调着调着，有一天他就突然说：“庄医师，我跟你说，其实我都一直有那种排尿的障碍，晚上都要起来上很多次厕所，而且白天有时候常常会觉得，排尿有一种急迫感，可是真的要去上的时候，又觉得上的不太顺。那像这种状况中医可以处理吗？”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下摄护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摄护腺肥大哦。那通常都是有充血的问题，让这个摄护腺变得比较肥大一点。那循环不好，摄护腺肥大之后呢，它就会阻塞尿道。那西医认为说，摄护腺肥大呢，其实跟性激素的平衡失调有关系。当男性慢慢上了年纪之后，雄性素就变低啦，那雌激素上升，那就会导致摄护腺的组织变得比较肿大一点。那通常呢，这样就会导致很多排尿障碍。像开头那个先生就是想要尿，但是尿不太出来，那每次只是尿一点点。那有些人会1个小时去解尿一次那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品质嘛。那另外呢，常常好发摄护腺肥大的人跟血管粥状动脉硬化有关系哦。那这会让摄护腺变得过度充血，它就会变得更加的肥大，那症状会变得更严重。那以上所讲的，不管是充血还是摄护腺变得肥大这都是跟淤有关系。那血管不流畅血循环塞车，那这是血管的障碍简单来讲，就是中医的淤。那因为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它胀大了嘛，那塞在那边，其实我们会说它是痰瘀互阻。那通常呢，我们都会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像是桂枝茯苓丸那如果它有便秘，我们就用桃核承气汤那这些药一起处理下去呢，就会改善这些症状。中医认为说，摄护腺肥大的人呢，是怎么样子的人比较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老了之后，怎么很多的男生都会有那种排尿障碍不管是尿不出来或是尿的滴滴答答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归属在肾虚，就年纪大了肾气亏虚了。那肾虚呢，其实我们中医还要细看看一下到底是肾阳虚、肾气虚还是肾阴虚。那肾气虚的症状是怎么样呢？就是排尿无力，那一走进来就看到老人家一来就弯腰驼背讲话没有什么精神说话声音小小声那手摸起来冰冰的那如果说严重一点很怕冷的，这是肾阳虚。那这个呢，通常都是用点补肾药就好了。像开头那个患者，其实他就是这样子，他白天其实也还没那么严重，可是到了半夜哇，症状真的很严重。那一个晚上可能起来4、5次，那根本就不用睡嘛。那年纪大了才变这样啦，那摸起来手脚真的都冰冷。所以呢，我就用了寄生肾气丸给他，然后呢再搭配一些山药还有当归黄芪帮他补气血。大概过了1个礼拜之后呢，其实他的症状就改善很多了。那另外一种呢，真的会痛它是排尿，不是只有频尿，尿不干净而已它排尿真的会有种痛痛的感觉，它很急很急，痛痛痛痛，很急很急，跑到厕所去尿不出来。那这种呢，去验尿发现，奇怪，也没有泌尿道感染那这一种呢，中医叫做癃闭，就是尿不出来。那像这种症状呢，就是属于肾阴虚型的。那有一个患者他过来找我他就说，他已经看了很多泌尿科诊所，那吃了泌尿科的那个摄护腺肥大的药有好一点比较不会那么频尿但是那种尿的急迫感还有那种涩痛的感觉觉得还是持续在，然后觉得很不舒服。那太太在旁边说医生，你真的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排尿的问题导致他人整个变得很烦躁，吃饭也吃不下，然后睡也睡不好，这大家呢都受到他的情绪干扰。我说这是肾阴虚火旺型的他本来呢脾气本来就不好了，不是这件事情才脾气不好了。那这种人呢就特别容易有充血的症状，因为血热所以这种时候呢，我除了调整肾阴虚的药物之外，我还要帮他泻肝火、去血热。我就开了大补阴丸，然后呢开了龙胆泻肝汤、栀柏地黄丸，再加上车前子给他。他回诊的时候，他觉得说哇，人舒服很多但是奇怪，觉得症状怎么没有办法完全减到0呢？那我就说，
哎，你平常在做什么啊？其实我药物已经帮你放足够了耶。然后他旁边说，他都很喜欢吃重口味的啊，辛辣的啦，刺激的啦。那我说，这种肾阴虚型的人啊，一定要忌口，重口味的食物先不要吃，不然的话，我们一边帮你调药，然后你一边呢又让体质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况，这样就好不了。那有一种人呢，他肾物腺肥大会有这种急性的排尿状况哦。像我有些病人啊，他这个肾物腺肥大很严重的时候，哎，真的整天都尿不出来，那膀胱胀得好大一颗，可是就是尿不出来。那这种呢，只好到急诊室去啊，直接用导尿的。那这一种呢，就是肾物腺肥大一种急性的症状，叫急性尿潴留。那这种时候，通常是前列腺过度的充血。肿胀导致整个尿道啊都没办法把尿排出来，所以导致膀胱里面积了大量的尿液，那膀胱就胀得很痛哦。那这种急性的状况呢，通常呢都是吃了比较刺激性的东西啊，像是辣的东西啊，或是喝酒，或者是说本身有其他的感染，例如说感冒啊，或是过度的运动劳动导致充血。那这时候肾物腺本来就增生啊，那你又充血之后变更大，那尿道就变得被压迫出，完全尿不出来。那西医可以导尿，那中医呢也可以帮忙处理。那我们是怎么处理呢？只是像这种急性的状况啊，中医认为是下焦湿热哦，它一定是突然的有一个邪气进到我们的下焦去，也就是进入到摄护腺里面，让本来就已经肥大肿胀的摄护腺，因为这个邪气进来啊，然后又气滞啊，会血瘀啊，所以充血变得更厉害。所以呢，我们要去除邪气。那去除的就是下焦的湿热邪气。那通常呢，我会用五苓散加上八正散加上猪苓汤，这样老人家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解尿，不用一直需要导尿。那其实呢，这种肾物腺肥大的状况，我们就认为是其实就是年纪大了变虚了嘛，所以就是会出现这样退化性的问题。那你如果平常好好的养生啊，特别是养自己的肾气，那这样的状况呢，就会比较延缓发生。那像这样子养生的动作要怎么做呢？其实啊，你平常如果是手脚容易冰冷，特别是冬天到的时候，手脚都凉凉的话，那你是属于肾气虚跟肾阳虚型的你就特别适合做这个动作。就是呢，我们可以把双手摩擦生热，这摩擦生热到双手变得温度比较高一点了，然后呢，我们直接呢在后腰这边。摩擦到我们的腰两侧都已经发热，那其实呢，你如果可以再积极一点，就是我们真的去按我们腰眼穴的地方。那腰眼穴呢，就是我们在脊柱啊旁开3.5寸的地方，其实不用到很精准，就是你会发现呢，你的腰部的两侧大概就是在你的骨头跟你的脊柱中央的这个部位，然后你去按摩它，然后你可以用双手去握拳啊，然后这个掌指这个比较突出的关节就按在这个腰眼穴中间。然后你一边去旋转，一边去按压它。其实呢，你按的会觉得很舒服哦，你会觉得腰酸酸胀胀的，但是按了有一种舒爽的感觉。那你每次呢都按摩个50下到100下，让这边的肾经的循环呢是比较通畅的。其实呢，这样子达到保养的效果。那你坚持这样子做，不仅是肾物腺的问题哦，连这种腰膝酸软啊，这个人没有精神啊，这种肾气亏虚的症状也会缓解哦。那有一部分的人呢是属于瘀型的，那瘀阻型的人呢，我会建议我们用一些比较可以化瘀的药物，直接去泡澡。那通常就是用一些可以温暖下焦，再加上活血化瘀的药物，像什么艾叶啊、乌药啊、红花啊、小茴香跟木香，然后再加上一些可以通淋利尿、清利湿热，像是白花蛇舌草啊，我们各用3钱就好。那这样子的药材呢，煮成2000cc，然后让它温度适中的时候呢，放在我们坐浴盆里面，那整个臀部我们包括腰我们都做到。那坚持呢1个礼拜这样子做个3次4次，其实会改善整个肾物腺的症状。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可以做一些提肛的动作，就是你肾物腺呢，你觉得最近已经比较频尿了耶，我是觉得尿好像没那么顺畅了，症状只有轻微一点点的时候，你可以用提肛的动作去轻微按摩一下肾物腺，让它不要肿得那么厉害。
那我们攝護腺肥大这种养生保健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前面有提过嘛，那个先生啊，他就是我们给他治得好好的，可是他每次只要一吃重口味的东西，烤炸辣，他症状又反复，所以就是像这样子攝護腺肥大的人啊，就不要再吃那些会让会阴部充血的这些东西了。那当然啊，还有那种秋冬时候，很多老人家就是一冷起来就是急性尿潴留，就去挂急诊了。那这种状况就是肾气虚醒的，你就不要贪凉。那夏天到了，也不要整个赤身裸体躺在地板上睡觉，那很容易有时候就是急性尿潴留就发作起来了。好，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攝護腺肥大会不会变成癌症啊？其实攝護腺肥大跟攝護腺癌没有密切的关系哦。可是呢，其实一个重点就是，你如果尿不出来啊，或是排尿障碍，直接去泌尿科检查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当然有一个指数叫 PSA， 很多人健检就发现PSA 变高了，我是攝護腺癌。其实有些时候呢，大部分都只是攝護腺肥大而已。但是你如果有疑虑的话，直接去找泌尿科医师做检查就可以了。攝護腺肥大呢，主要是跟虚损跟瘀阻有关系。那中医呢，可以进行体质的调养，让症状呢不会反复，也不会那么严重哦。感谢您的收看，大爱学汉医，我们下次再见。